在现代超音速战机面前，横跨整个新加坡领空只需要短短72秒。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来说，传统的地理防线几乎等于零。很多人以为新加坡的安全全靠购买美国先进武器，或者依靠马六甲海峡的地缘平衡，但这只是表象。今天的新加坡正在悄无声息地构建一条看不见的护城河，从近地轨道的SAR雷达卫星到能够每秒处理上亿次数据的 AI 自主防御网络，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赤道上空真实运行的数字战略纵深。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将硬核拆解新加坡如何利用前沿科技打破地理宿命，完成从毒虾到 AI 风潮的终极进化。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大约730平方公里，如果你平时开车走泛岛快速公路不堵车的话，不到1个小时就能横穿整个国家。这种极度逼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新加坡在传统军事意义上是一个毫无战略纵深的国家。建国初期，李光耀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毒虾战略，意思是新加坡虽然小，但必须是一只有毒的虾，谁想吞下去就得付出肠胃溃烂的惨痛代价。在过去几十年里，这套战略配合先进的战斗机和装甲车，确实维持了马六甲海峡的微妙平衡。但是随着战争形态的降维打击，物理空间的防御已经触及了天花板。想象一下今天的战场环境，漫天飞舞的无人机蜂群，几分钟就能抵达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无孔不入能瞬间瘫痪城市电网的网络战。在这些新形态威胁面前，毒虾的物理硬壳正在失效，敌人甚至不需要跨越边境，就能从内部瓦解你的防御体系。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生存焦虑和战略觉醒，新加坡在2022年正式成立了第4军种，也就是国防数字防卫与情报军部队，简称 DIS。 这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部门，而是新加坡国防逻辑的底层重构。高层已经意识到，下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再由边境线上的坦克数量决定，而是由代码、频谱和近地轨道的控制权决定。既然物理纵深无法改变，新加坡就必须向天空和数字世界要空间，去强行撕开一条数字战略纵深。要构建这条数字战略纵深，第一步就是要把眼睛挂在敌人的头顶上。这就要说到新加坡部署在赤道上空的不眨眼哨兵 T-60 系列卫星矩阵。很多人可能会问，现在商业光学卫星这么多，花钱买数据不就行了吗？这就是不懂赤道地缘的典型误区。新加坡和周边地区常年被厚重的热带云层覆盖，一年里有大半的时间都在下雨。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传统的光学卫星就像是蒙上了眼睛的盲人，根本看不清地面的军事调动。为了解决这个痛点，新加坡自主研发并成功发射了 T-60 2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AR 卫星。如果说光学卫星是手机摄像头，那 SAR 卫星就是蝙蝠的回声定位。它不需要依赖阳光，也不在乎云层有多厚，它通过主动向地球发射微波，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来生成高清图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种可怕的单向透明。无论是在狂风暴雨的雨季，还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周边500公里内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眼睛。比如马六甲海峡上有一艘没有注册的伪装货船悄悄关掉了自动识别系统，普通的海事雷达可能就跟丢了，但在 T-62 的 SAR 雷达波下，它的金属轮廓会像黑夜里的探照灯一样清晰。这些高分辨率的雷达图像会在几分钟内通过加密链路直接传回新加坡的国防服务器。对于一个连72秒预警时间都嫌长的国家来说，这种全天候的太空监控能力硬生生地为新加坡抢出了15到30分钟的宝贵战术预警时间。在现代战争的饱和打击下，这多出来的10几分钟就是决定几十万人命运的关键窗口。更重要的是， T-62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之前的光学卫星、微型卫星集群形成了一个高低搭配的轨道传感器网络。当 SAR 卫星在穿透云层发现异常金属目标后，系统可以立刻调度低轨道的微型卫星进行2次确认。这种把国家安全防线推到太空的做法，彻底打破了岛国视野受限的物理宿命，让新加坡在复杂的地缘博弈中永远掌握着情报上的先手优势。有了太空中的眼睛，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如同海啸般涌来的情报数据？这就触及了新加坡国防科技局，也就是 DSTA 的核心机密 AI 自主指挥网络。在现代战争理论中，
有一个决定生死的概念叫 OODA 循环，也就是观察、调整、决策、行动的闭环。谁能更快地跑完这个循环，谁就能把对手按在地上摩擦。在过去，这主要依靠指挥官的经验和大脑。但你看看新加坡面对的现实，马六甲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水道，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邮轮、货船、渔船在这里穿梭。如果你是一个雷达操作员，要在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几万个光点中瞬间找出一艘伪装成渔船的导弹快艇，还要同时应对空中可能袭来的无人机蜂群，人类的肉眼和神经系统会在几秒钟内彻底宕机。为了解决人类算力的物理极限， DSTA 开发了一套由 AI 接管的底层指挥网络。这套系统能够以每秒上亿次的速度融合来自太空 SAR 卫星、地面预警雷达，甚至水下声纳的海量异构数据。它就像一个拥有上帝视角的超级大脑，能够自动过滤掉海浪、飞鸟和正常商船的干扰信息，在毫秒级的时间内精准锁定真正的威胁。但最让人震撼的是它对决策权的重塑。当威胁被锁定的那一刻， AI 系统不需要等待人类去翻阅交战手册，它会根据目标的轨迹、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计算出最优的火力分配方案，甚至直接引导防空导弹系统完成锁定。人类指挥官要做的仅仅是在最后关头按下确认键。这种从人机交互向机器主导的跨越，不仅把 ODA 循环的耗时从几分钟压缩到了几秒钟，更完美弥补了新加坡因为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兵力不足劣势。算法在这里已经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最具杀伤力的主战武器。试想一下，当敌人的指挥官还在焦头烂额地汇总各方情报，召开紧急会议时，新加坡的 AI 防御网络已经完成了目标识别、威胁评估和武器锁定。这种认知速度上的绝对碾压，才是 DSTA 这套系统最令人胆寒的威慑力所在。如果我们刚才聊的卫星和 AI 还属于传统物理空间的防御延伸，那么第四军种 DIS 的使命，则是要在看不见硝烟的数字世界里，建立起真正的非对称威慑。在网络空间里，领土的大小失去了意义。新加坡的物理领土只有730平方公里，但它的数字领土却是无限延伸的。很多人对网络战的理解还停留在安装防火墙、抵御黑客攻击的层面，认为这只是一面被动挨打的盾牌。但 DIS 的底层逻辑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前置防御。什么是前置防御？简单来说，就是最好的防御是主动出击。东南亚地区一直是全球高级持续性威胁和网络勒索的重灾区。如果等到敌人的恶意代码已经潜入新加坡的电网、水务系统或者金融枢纽时再来拦截，一切都太迟了。因此 DIS 的网络战部队和 AI 系统时刻都在进行着深度的暗网巡逻和漏洞挖掘。在敌方的物理打击甚至还没有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新加坡的数字特种部队可能就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结合 AI 强大的溯源能力，当新加坡的服务器遭到试探性攻击时，系统不仅能瞬间修补漏洞，还能顺藤摸瓜，直接锁定攻击者的物理 IP 和硬件设备，甚至植入反制代码。这种能力在战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加坡可以兵不血刃地瘫痪对手的交通信号灯，切断对方军事基地的电力供应，或者让敌人的雷达屏幕变成一片雪花。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要维持庞大的常备军是不现实的，但在数字空间里，几百名顶尖的白帽黑客和几组超级计算机就能爆发出堪比核武器的战略威慑力。这就是 AI 时代小国生存的最硬核护城河。你敢动我的物理防线，我就敢让你的数字中枢瞬间脑死亡。这种没有硝烟的博弈，每天都在新加坡地下的高等级数据中心里真实上演着。它向世界证明了一点，在未来的战争中，摧毁一座城市不一定需要炸弹，只需要几行致命的代码。在这个科技平权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再仅仅取决于它有多少坦克和士兵，而是取决于它的认知速度和算法算力。新加坡的这套从人造卫星到 AI 自主防御的体系，给所有缺乏战略纵深的小国上了一堂教科书级别的硬核防务课。但硬币总有两面，当我们把国家生存的底线交托给算法时，你认为这种高度依赖 AI 的防御系统，未来会面临被黑客从底层瘫痪的致命风险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的地缘科技拆解，请订阅频道并打开提醒。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